賺不到錢的原因是因為你害怕賺錢，而且你意識不到恐懼的最終原因，它的典型的表現就是你特別愛收藏。也就是說你賺不到錢從來不是因為你沒有能力，是你潛意識裡面你恐懼賺錢。就很多人他一輩子都卡在一個什麼點呢？就是說我沒錢，我賺不到錢，在這一個死循環裡面找不到任何的突破口然後難受一輩子。但是絕大多數的人你都搞錯了一件事就是你賺不到錢根本上不是你的能力不行，而是你發自內心的你恐懼賺錢。什麼意思就是更可怕的是，就這種恐懼它藏在你的潛意識裡面，不是你主攻判斷的，你完全察覺不到。所以說你只會去習慣性的認為，我自己笨，我自己不行，我自己懶，我自己沒本事，我做啥虧，這是你的主观原因。那麼而識別這種就是隱性的恐懼感，解決這個問題，才是普通人快速翻身，徹底能夠打通這個賺錢思維就是最高效最快的能夠落地的一個破局的方式。今天這条视頻十幾分鐘，短短的十幾分鐘全都是乾貨，我講的都是能夠直接讓你落地，立馬驗證，馬上實行，並且能夠立馬能夠做成事答應我，千萬別收藏。為什麼？想想我開頭講的那句話，收藏這件事兒只會成全我這個博主能完成我的数據和我的成功，但真正能让你賺錢，或者說能夠蛻變逆襲，永遠是你動手實操的能力而不是你收藏只會給你積攢灰塵，對吧？我做自媒體的時間也不長，各位要不是最近流量不好我才不会把這麼重要的問題講出來呢。這可是我翻身的秘訣對吧？豁出去了就人這一輩子修行兩件事，一顆純粹利他的平常心，再就是最基礎的落地的執行力。你只需要修行這两件事，你就能夠賺到钱然後還需要再改掉两個臭毛病，戒掉無意義的刷短視頻刷手機的這個毛病，然後重塑自己的一個反射的条件的反射，对吧？你比如说你以後再看到別人賺錢別人成功，你不要先罵，你也不要噴，你的第一反應是你不要羨慕，也不要焦慮，也不要說求帶，不要這樣，立刻讓自己轉變一個思維，他的哪個方法，他的哪個動作，他的哪個行為，我是現在立刻可以搬抄，立即可以複製的，立即可以拿過來用的，對吧？我這裡給大家說一句真話就是你去制作課程，你去賣課，对吧？這是博主最賺錢的路線。你比如說我現在去做這件事，我肯定能賺錢，對吧？但是呢，絕對不是你現在從零起步的一個普通人賺錢的路徑，做不到的。很多人虧錢被割韭菜，對吧？它的根源就是什麼？我說一個心理大家不要破碎內心坚挺一點不要玻璃心，就是他都是妄想通過買個課買個資料買個社群代替自己的改變和行動，妄圖用錢來買一套現成的賺錢系統，對吧？怎麼可能呢？財富本身就是一場現實的遊戲，而人生第一張財富的門票是永遠最難拿到的，也是最難突破的，他不可能給你。所以說很多常年賺不到錢的朋友，一旦打通了這個正確的認知，找對了這個體系，就能夠在這個商業的世界裡邊如魚得水，一通百通，對吧？別人能夠賺錢，你也能夠做到，順勢能夠起飛，對吧？当下我認為這種時候就是自媒體這個賽道，因為它就是普通人最低的门檻，最低的成本，幾乎都零成本最穩妥的一張底層的普通人的財富的門票就是自媒體，對吧？很多人一直都誤以為一件什麼事就是我自己收藏這個乾貨，比如說你看到我這個短視頻感覺非常有用，收藏了，然後呢不行動，然后呢是認為這個是拖延症導致的。我今天就徹底幫你捅破這層窗戶紙收藏不行動從來不是拖延症，而是你賺不到錢的核心的一個盲區。如果說你能看懂這一點，那麼你的賺錢的認知會直接跨越另一個階层，並從此也能夠賺到錢。就是經常看我視頻的老粉絲他應該會知道我講話從來不講這個什麼雞湯對吧？我從來不講這個事兒，沒有意義。只是我要說的這個觀點聽起來比較反人性反常識，違背你所有固有的認知，那麼大概率如果你是認可我說的這句話，那麼就是你一直虧錢，你一直停滯不前的一個核心的問題，你賺不到錢最重要的問題。喜歡收藏这個乾貨的人有兩個別人沒有的優勢。第一個，他能夠迅速的捕捉到這個信息差，
自帶這種能夠篩選这種優質信息的天賦。第二个是什麼？擁有絕大多數人沒有的這個運氣啊，所以說你能夠刷到更多的高級的乾貨。普通人需要呢去刻意的去練習，去找長期的積累，去有這個判斷力。那麼你呢可能天生就這樣的，可偏偏就是這一群人空有識別的機會，只有這個能力，僅此而已啊，唯獨缺失的就是落地執行的勇氣啊。然而就在這種的自我的內耗、自我的懷疑啊，我沒有機會啊，我沒有運氣，我賺不到錢，我知道但是我不行，久而久之的你就陷入到了一個惡性的循環，對吧？收藏列表裡邊你看一看你自己收藏了多少乾貨，自己截圖發在評論區看看收藏了多少乾貨，但是從來不回頭看，然後就開始瘋狂的去刷博主、找新項目、找這個新風口、找秘訣，妄想找到一個救世主，然後能帶你一劍逆襲，當一個爽文男主，對吧？你以為問題是出在你的拖延嗎？然後又去拼命的去尋找這個解決拖延症的方法，最後你發現呢，你連這個拖延你改不掉，根本無法改掉，於是呢你就給自己下了一個定論，我不成功就是因為我自己太拖延了，對吧？這就是知識付費給普通人套上的一個思維的枷鎖。什麼意思啊？就是用一套看似很合理的一套邏輯，讓你永遠試錯問題，然後呢改不對方向，是這樣的。所以說曾經的我也是如此哈，我之前都是瘋狂的收藏，瘋狂的關注，瘋狂的付費，瘋狂的找方法，自己省吃儉用，捨不得吃個肉夾饃啊，然後花個3999去上一個線下課，成為了無數的商業博主的財富的神話啊！我之前真這樣的哈，對吧？我最高的一次都付費將近5萬塊錢啊，對啊，我一直誤以為認為只是我要花錢買課，花錢學習乾貨，我就能夠買到真的本事，買到真的賺錢的結果，讓自己落地實操。但是到現在後來呢，我就徹底的醒悟了哈，願意付費和付費能夠達到結果，它完全是兩碼事，也完全是兩回事，對吧？當然我不是讓你捂緊你自己的錢包哈，讓你完全拒絕這個付費。真正的核心意義的是，付費的意義是什麼？從來不是你買的這個課程上的這個課程本身的價值，而是通過倒逼你自己的重視，讓你自己建立起屬於你自己正確的一個價值觀啊，和你自己的價值的一個感受，對吧？這也是很多這種情感博主能夠長期賺錢的一個底層邏輯。你好好理解我說的這句話啊，所以說情感博主在傳遞什麼？他們傳遞的是捨得為你花錢才是真心。商業模式本身沒有錯，錯的是感情不應該用在商業這套邏輯裡面，對吧？那麼說小白賺錢啊，一定要簡單純粹，一心搞錢，就滿足這3點：先賺到錢，拿到結果，再去豐富自己的生活，經營自己的情緒。那麼為什麼你去瘋狂的去收藏別人的短視頻，卻從來不行動呢？還是我上面說的，不是拖延，更不是你的能力不足，是你的潛意識太強了。各位能理解嗎？就是太強了。當你看到一個乾貨，一個方法，你的大腦就會瞬間自動搭建起各行各業完整的一個藍圖，構思的藍圖，沒有人比你更清楚了。但是你有沒有想過，這份藍圖它是過於龐大的，工作量太大，落地周期太長，投入資金太大，你的大腦瞬間就是全部經過了一遍，然後就產生了畏懼。但是你明明知道了這件事可以成功，但是你的潛意識裡邊就無比的清醒，只要你開始做，你就必須去付出大量的時間、大量的經驗、大量的金錢，還要面對一個未知的結果啊，還有別人的審視，甚至面對這個失敗，別人的嘲笑。所以說在你的潛意識裡面就開始了這個恐懼的一個退縮的模式，可以這樣理解，選擇我去收藏，我去擱置，然後呢我選擇原地不動。這就是所有人賺不到錢的終極的真相，就在於這裡，不是做不到，是太害怕開始，太害怕失敗，太害怕別人的眼光，太害怕別人的嘲笑。所以說只要你能夠識別這一份潛藏在你潛意識裡邊的恐懼，你就已經能夠超越90%的普通人了。這也是最快能夠改寫你貧窮命運的一個方法啊！恐懼本身它都是一個虛無的，所以說你的害怕全部來自於什麼？全部來自於未知啊，而並非這個可怕這個本身。
所以說，当你读懂就是所有的拖延、摆爛、不行动、不动，它的本质都是你的恐惧在作祟，那么你才能够真正勇敢的迈出你的第一步。我教大家一个立刻见效、能够零门槛破除的这个方法啊！我不以卖课的形式告訴你，我就以分享的形式告訴你哈，很简单，凡事只做5分鐘。凡事只做5分鐘，不用逼自己做完，也不用逼自己做好，也不用逼自己做完美，只强迫自己啟動5分鐘，用一次克服微小的心理的恐懼，只需要5分鐘，每一次都是微小的一個啟動，都是在重塑你自己一個賺錢的系統。很多人都不敢開始，是因為啥呢？是因為他心裡在算計，就是我現在開始，然後我短期之內看不到任何的結果，我無法能夠快速的變現，對吧？還可能被熟人看到自己快速的失敗，看到自己賠錢虧錢，讓別人嘲笑，索性呢我還不如直接不做。看似是在擺爛，是在躺平，是在不動，實則是你的舊思維的系統做出了自我保護式的一個正確的一個政策和一個決策，所以說你一直拿不到結果，能聽懂吧？我希望你可以聽懂我在講什麼所以說呢，你看正確的決策，這個決策匹配了這個錯誤的調試的系統，永遠兌換不出一個正確的結果。你看到這裡實際上你就已經打通了三個核心的認知了，就是第一個就是窮賺不到錢，核心是恐懼，記好了，對吧？和能力是無關的，拿個小本本記下來，對吧？第二個，瘋狂的去收藏是賺錢最恐懼典型的外在的一個表現。第三點，不行動不是拖延，是你的認知過載，認知太高，潛意識裡邊會認為這件事情很難，所以說你不想去做，這就是你一次實打實的一個認知的一個升級，微小的一個勝利，對吧？但是真正能夠快速讓你賺到錢的人，從來不是看懂，也不是認同或者說等待更新的人，不是這樣的，而是什麼？而是就是能夠看懂邏輯之後，立刻找一件很小的可行性的一個方向，能落地的一個小事情，然後上手去試錯，行不行做了再說，對吧？錯沒錯試了才知道，別人講的都是虛無，只有自己做了才知道。那麼普通人賺錢最大的卡點是什麼？就是等到完美再開始，沉迷在別人完美的一個閉環的邏輯裡邊，沉迷在一個頭腦高漲卻唯獨忘了一件事，就是創業的終點是驗證，起點才是行動，對吧？那個小鳥在懸崖旁邊註冊了一個巢穴，只有它掉下來的時候，他才會明白原來自己有翅膀會飛的。所以說真正能用能落地的這個賺錢的邏輯，永遠不是爆款的噱頭，沒有這個吸金的標題，就像我現在一樣，對吧？所有的爆款的內容都是拿捏人性的貪婪。比如說我現在拿捏你什麼？我現在拿捏的就是你為什麼不行動這一點，對吧？製造這個捷徑的幻覺。當然我講的不是我講的是個事實我告訴你這件事，對吧？然後呢，他們會專門收割一夜逆襲的這種的普通人，但世間所有的成功根本就沒有任何的捷徑，沒有任何的奇蹟。小學老師就教過我們一個道理就是兩點之間直線最短。所以說賺錢最快的路從來不是找套路找捷徑，而是用正確的信息靠譜的邏輯走筆直的路線快速的實行小步快跑，對吧？然後呢，你看這個市面上所有的捷徑秘籍拖延內耗的這種的話題，其實我認為都是全部就是在壓榨普通人最後的一點剩餘價值，刻意制造這個文字陷阱讓你陷入進去，對吧？所以說從古至今每個時代都有人用看似奇葩簡單普通人的方式去逆襲成功的，這就足以證明說明成功從來不需要複雜的條件，或者說超高的能力絕佳的運氣，只需要在於你敢開始別再恐懼賺錢，別再逃避這個行動。簡單的事情今天你不做，明天你照樣不會做那就沒有人會去拯救你，對吧？你過去不行，未來不行，唯有當下現在的你能夠自救，能夠讓你自己翻盤。所以說賺錢從來不是你去挑賽道挑行業挑博主的建議挑天賦挑內容，不是，只挑敢於行動的人。創業的路上從來沒有真正的所謂的這個失敗，所有的試錯
所有的碰壁所有的困難，所有的不順利，所有的不如意，都是你成功之前的铺垫。最後给大家分享一下怎么去看懂这个賺錢的底層邏輯哈。新手他是沒有任何分辨的能力的，你得承認。只跟一個人只聽一套系統，只執行一套邏輯，不要東學一錘西學一棒，不要東拼西湊。碎片化的學習的結果是什麼？只有虧錢加迷茫再送你4個字叫做原地踏步那麼能夠看懂你的人，對吧，就能夠帶你走通這個路。那麼認準一個靠譜的博主，全程的去深耕他為什麼能夠賺到錢，把他徹底的學透，直到把這套邏輯幫到你不能幫你為止，再去換一套新的認知和思維，學習下一個博主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全網最會教普通人賺錢的博主這個大話我不敢講，但是我最懂和我一樣貧民窟裡邊想爬出來的孩子，他的腦子裡邊到底想的是什麼，沒有人比我更懂了，因為我就是從貧民窟爬出來的。所以說我之所以不去做刻意的付費，不搞社群不搞這些知識付費，就是想打破所有人的一個幻想，就是付費等於捷徑，花錢等於成功的固有思維，這個是錯的，不可能。我經歷過所有的知識付費的坑，經歷過所有知識付費的套路，我付過的學費有很多，我也經歷過很多的騙局，當過很多無數次的冤大頭。網紅的成功，豪車豪宅，對吧，高數據，對吧，如果說我想讓你看到，對不對，我也可以讓你看到，對不對，但是我想告訴你，這些東西都是可以刻意的包裝，刻意的複刻，唯獨一件事，就是失敗不能造假。沒有人會刻意包裝自己的失敗，去炫耀自己的碰壁，去講自己的悲慘的命運。所有公開的失敗的經歷，對吧，都是最真實的，一定是這樣。最寶貴的經驗一定是別人最失敗的經歷，對吧？你像那種高數據的視頻，你可能看到我這條視頻只有2-3千的點讚，但你看到別人的大概率可能是個2-3萬的點讚，那麼大概率就是怎麼說呢？高數據的視頻它不是運氣，也不是概率，是不可複製的一個套路。有可能低數據的真話的視頻才是普通人真正能夠照用，能夠複用，能夠逆襲的真正出路我希望你能聽懂我在講什麼運氣不可控，概率不可控，唯獨正確簡單可複製的執行力，它這些確實能夠徹底改寫普通人的命運我相信，我願望所有的人看到恐懼，打破內耗，立刻行動，對吧，靠自己的雙手踏實的去賺錢。陌生人加油，祝你越來越好，好吧。